你可能常常有脚踝不太稳定的感觉，那是因为韧带一旦受到撕裂伤，愈合之后可能再也回不去原本的强韧程度。哦，对了，影片是中英双语版本，电脑版请点右下角齿轮按钮，手机版请点右上方开启 CC 字幕哦。怎么又翻船了？如何破解超难好的脚踝扭伤？嘿，大家好，我是厚道达斯。每个人从小到大多多少少都有扭到脚踝的经验。假如你喜欢打篮球，那脚踝扭伤绝对是你最痛苦的回忆之一。通常只要是跳起来抢篮板踩到对手的脚，或是一步切入没踩好，接下来的事情想必大家都心有戚戚焉，轻则走路略微疼痛，重则脚踝肿得跟猪头一样。这样一个平民伤害究竟隐藏多少秘辛？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吧。由于先天骨骼结构的关系，脚踝在外侧的稳定性远不及内侧。外侧可以帮忙稳定的肌肉又少得可怜，主要就只能依靠前胫腓韧带、前距腓韧带跟根腓韧带3条小韧带在做支撑，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内翻扭伤。你可能常常有脚踝不太稳定的感觉，那是因为韧带一旦受到撕裂伤，愈合之后可能再也回不去原本的强韧程度。我们的软组织上有许多的感觉受器，其中一种称为本体感觉受器。当脚踝扭到伤及韧带时，也会使上面的感觉受器一同受到损害。所以除了韧带松弛，不良的本体感觉也有可能是让你时常感觉到脚踝不稳定的幕后凶手。当脚踝外侧扭伤时，就算只是正常的走路，也会压迫到患侧，引起疼痛。这时我们聪明的大脑就会擅自主张的认为，不要再给脚的外侧任何刺激啦，尽量让脚的内侧着力才不会痛啊。接下来就会产生一连串的连锁反应，重心偏向脚内侧会使足弓塌陷，再造成膝盖向内旋转，接着单侧骨盆会向下倾斜，脊椎受力不平衡的结果就会导致下背痛、脊椎侧弯，甚至造成肩膀到上肢的不适感。针对脚踝扭伤的紧急处置，扭到了当下可以先观察外观是否有明显变形。假如有明显变形或是肿一大包，并伴随着剧烈疼痛，那就事不宜迟，赶快送医吧。就怕是已经影响到骨头或血管等更严重的情况。假如外观看起来还好，甚至可以站起来轻微踩地，就建议可以进行以下的紧急处理哦。保护 （protection）。受伤当下可利用固定力较强的贴布，像是白贴来进行脚踝的固定，同时也有保护患处与压迫的效果，可避免肿胀无限制的扩大。若是轻微伤害，固定1天也许就足够；较严重明显的肿胀，大约需固定1到3天。等到肿胀较为减缓后，可改用肌内效贴布来增加患处的循环，协助消除肿胀。理想负重 （optimal loading）。在过去的观念里，都会希望受伤后要休息不动一段时间比较好，不要给予患处刺激，避免伤害加剧。但随着相关研究越来越进步，其实在受伤后的不同阶段，我们应该适度给予适合该时期的运动刺激，可以帮助患处组织的修复，并让组织排列得更漂亮，减少日后产生的后遗症，甚至能预防受伤部位附近的肌肉因为休息不动而萎缩。所以别再因为害怕受伤就完全不动了。冰敷 （ice）。当身体有组织受伤时，身体会启动发炎反应来增加患部的血液循环，让更多细胞与营养物质能被运送到伤口处，以协助修复。但同时你也会感受到红、肿、热痛等症状，所以我们可以透过冰敷来降低患部的温度，控制肿胀的程度。但冰敷的时间要控制不能太久，以免影响到后续伤口修复的状况。建议一次大约5到10分钟，假如3天内都还有明显的红肿热痛，都可以再次冰敷。压迫 compression， 在前面有提到，我们可以利用贴布或是弹性绷带加压，主要的效果就是为了控制肿胀，并促进血液的回流，这样也能有效减少肿胀的时间哦。抬高 elevation， 在冰敷的同时或是晚上睡觉前，可以将脚架高，让患部高于心脏，帮助组织液的回流，而不是让重力一直将渗出的组织液堆积在脚底。这也是为何有时脚扭到后会在脚底出现一圈淤血的区块，但按压那个部位时却不会疼痛。只要把脚抬高，并搭配一些脚踝的简单活动，就可以有效促进循环，加速肿胀的消除。
以前总是听别人说扭伤之后要遵守 PRICE 的原则，但最新的急性伤害处理流程已经更正为 POLICE。有别于旧版，新版就是将刚刚提到容易误解的休息 rest 更正为理想负重 optimal loading。了解如何在受伤当下进行紧急处理后，就该慢慢开始活动，还有训练我们的脚踝啦。当受伤时你可以做的运动。受伤初期脚的肿胀与疼痛使我们无法踩力时，绝对不能完全不动，还是有一些适合的运动可以加速复原哦。1. 脚踝活动，这个运动可以促进脚底的血液循环，有助于肿胀的消除。我们可以平躺在床上，将膝盖打直并抬高，或者用物品垫高也可以。接着进行脚板的活动，将脚板重复往上勾，再往下放。2. 脚踝弹力带运动。脚踝扭伤后，因为种种原因，小腿外侧的肌肉会比较疲乏，这时我们可以利用弹力带来做一个简单的训练，帮助它回到正常的肌肉张力。日后要开始踩地走路时，这些肌肉也可以协助受伤的韧带来稳定脚踝。我们可以在坐姿下将脚伸直，并将弹力带绑在脚板上，固定在脚内侧。另一端可以用手拿着，或是绑在柱子上固定。抵抗弹力带，将脚做往外翻的动作，每组8到12下，共3组。当你开始可以慢慢走路之后，很多人在这个时期就觉得自己已经好啦，甚至直接大跃进回到球场上，但结果可想而知，就是再一次受伤，慢慢陷入一个受伤的恶性循环里。这个时期可以做的训练有：3. 平衡训练。刚开始走路时，受伤的脚一定都不太敢出力，也会小心翼翼的，怕一个不稳又再次受伤。这个时候，平衡以及重心转移的能力就非常重要。我们可以采用受伤侧单脚站立，假如一开始能力较差，可以用手扶着墙面，另一只脚往不同方向做延伸，并轻轻踩地一下。过程中膝盖可以微弯，并尽力保持平衡不晃动。每组各方向1次，共5组。4. 下肢活动整合训练。还记得前面提到脚踝扭伤也可能影响到足弓塌陷、膝盖内扣、髋部、腰部等等。这时我们可以透过训练来找回足弓，启动臀部肌群。先将双手向前平举放在墙上，好的那只脚往前跨1小步，再出力将整只右脚向外旋转，并搭配后脚脚跟离地。可以感受到脚踝与臀部的出力，每组10到20下，共3组。走路已经没问题，但进行强度较高的运动还是很困难时，能走路的下一步当然就是把目标放在回到运动场上啦。这时候能做的训练有5. 螃蟹走路，与下肢活动整合训练的概念很类似，只是这个运动借由弹力带的阻力对脚踝与臀部肌群造成更大的挑战，强化我们的臀部，并和脚踝产生连结。许多研究显示，脚踝受伤之后，除了脚踝周围的肌肉受到影响，也会降低臀部肌群的活化程度与动作模式的改变。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在脚踝扭伤后一直反复受伤的原因之一。先将弹力带绑在双脚的脚板上，两脚与肩同宽，呈现半蹲的姿势，把弹力带绷紧，往两侧跨小步的移动，每次的步伐不用太大。弹力带紧绷的感觉要一直维持住，过程中脚尖要尽量维持正前方，不要被弹力带的张力给带成内八。左右各8到10步，共来回3趟。6. 跳跃稳定训练。相信不少人都是在跳起来落地时不小心扭伤的，想当然我们也要再回到场上的最后一关，去重新训练这个落地的过程。可以手持药球或是哑铃，如果是刚开始练习，也可以不拿重量。换侧脚在前，另一脚往后踩，呈现一个分腿蹲的动作，并将重量移向受伤那侧做一个摆荡，接着往前上方拉起，并顺势向上轻跳。落地时注意膝盖与脚的位置必须朝向前方，不产生过多的左右偏移。刚开始练习跳跃时，不需要尽全力，脚有离开地面即可，要去专注在脚落地时的位置与稳定。每组6到8下，共3组。还是要提醒大家，运动治疗只是物理治疗中的一部分。脚踝扭伤后，可能还需要搭配物理治疗师的徒手治疗，并依照个别的状况下去调整。如果以上的运动自己不管怎么做都不太舒服，或是你是属于严重扭伤者，建议还是要经过医师或是物理治疗师的专业评估后再进行运动会比较适合哦。好了，今天片到这边了，喜欢这部影片记得按赞并订阅我的频道，把影片分享给身边爱运动或是喜欢篮球的朋友。不对，好像什么运动都会扭伤好，不管，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你们想听的主题，想知道更多即时资讯，欢迎到我的 FB 粉专或是 IG 逛逛。我们每周日晚上6点准时发布影片，只要开启小铃铛按钮就不会错过喽。我是达斯，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啦，拜拜。